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这张图一样，还是比特币60分钟。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你看到这3个轨道，已经不是刚刚讲的那个这个你要用海龟交易的轨道不是。我现在把它改过来，把它改成一般的布林通道，这个就布林通道。好，那我改这个通道给你看的意思是给你比对，因为光是跟你讲说，一般讨论是这样的，光是在这里跟你讲说，你看这个好像风险不好守，或者太大止损位太远，或者说这个来来去去一下子空，好像一下子又买，一下子买了又止损，好像次数有一点频繁。事后再来跟你讲说这个其实不太适合用，为什么？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在干嘛？盘整，看起来好像在盘整。只要我这里也跟你讲只要是类似的这种行情，看起来不管你上面是什么轨道，下面什么轨道，或者你用任何均线，这个也是一条均线在均线上上下下来那里上上下下，你会发现用任何的指标好像都不准。因为你总是在那边进进出出，对错，所以通常都会变成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是一种盘整行情，只要在盘整，你用什么指标都不能用，所以会告诉你什么盘整行情不要用。请问你在这里算盘整行情吗？这样算不算盘整行情？走到这里应该都不算吧？这样走到这里算不算盘整？好像也不算吧？再来一次。你可以确认这样叫盘整吗？还是要再来一次？肯定是走了来回波动很多次之后，你才会发现，怎么都不能用了？为什么都不准了？你是事后才知道它在盘整吧？不是吗？还是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在盘整？你不要跟我讲这样叫盘整，这样叫盘整吗？这样下来，这样上去不算吧？再下来这样算吗？所以你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要去想。你现在回去看，你可以这样很轻松，随随便便，你怎么画都可以。你这样可不可以画出说这里在盘整？当然可以啊，你用均线看也盘整，用任何指标最后都变成什么钝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市场上认为这是问题吗？不是，他没有认为这是问题他认为你用错了，盘整你不能用，盘整不可以用。小孩，盘整不能用，谁叫你去用？老师教你盘整不能用，你还在那用，懂吗？那我现在拿这张图要跟你做比对，不然讲半天有结论吗？请问你讲半天有没有结论？到底能不能用？有人研究好几年呢，有人认为那个就是可以用，你只要改一下就好。奉为圣旨知道吗？但是这种东西它是一种科学东西，这是数学计算出来的吧？长在眼前，你电脑一把它设定下去就跑出来了。来改成布林通道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这上面已经不是刚刚那一条了那我们拿这个一模一样的行情，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样的行情，我们看一次这上面已经备注了，当初这里价格71000多比特币啦，再来这里69000多，将近7万。这里我已经备注，这以前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都讲过比特币，后来我都没有再跟你讲了，不用了。为什么不讲了？叫你自己去看等它走一走，再回头去看都一样答案都跟当初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因为改也不用改不是因为后来没讲，是因为好像是不是我讲错了？不是什么讲错了？其实唯一只有一个原因，怕很多人会因为这样本来不做比特币的全部跑去开户，因为那个不是我的目的，我没有叫你去开户我可没有我只是拿这个当案例再解释给你听。所以有些东西讲一讲，重点讲完就算了，因为有些人在做，我只是提醒你。看了，当初讲这里是60分钟扭转门，这里圈起来，这一张是60分钟 K 线。好了，再来，同时间这里也是什么？后来也跟你讲，前面就已经跟你讲，你要注意日的扭转门什么时候关门？这里60分开始关门开始，这里回来反弹。好了，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这里有门，已经从什么时候？
这个是5号、7号，对吧？都已经整整差不多1个月了吧？这前面是不是4号就6月份的月初到5号、6号、7号，是不是开始关门？然后关门之后就开始了。那我拿这个是要告诉你说，第一，你要看见几件事。首先，我现在开始讲，你没看过扭转门教学的，你大概接下来你也听不懂了哈。这里60分钟，当初这里头部的门做出来之后，关门以后再也没来了。接下来日关门，短线60分钟曾经跌下来，大跌反弹，日还是没有办法上去，它有回来，这里都解释过。接下来看，一直到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60分钟再也没有出现门，没有了，一个门都没有。底部有门吗？都没有，到现在都没有啊，都没有，整整1个月没有门。那没有门代表什么意思？没有门是什么意思？这你要知道啊，否则你做不了。你会认为刚刚那个在盘整，那是你认为在盘整，不是。我就跟你讲，你认为在盘整，不是全市场都认为那个在盘整。这个全部都是什么 ？B 60分钟全部都在走 B， 全部。整个月关门之后，日关门以后反弹，全部都是反弹，全部啦，到现在都是一个门都没有，摆在这里全部都是反弹啊！这你第一眼就要看出来，看出来之后再来，还要教你看什么？来看。行情这样走，你可不可以画出一个上升趋势线？可以啊，我跟你讲过了，你什么都不要学，你就画个趋势线，总会吧？这个总会吧？它破了，你可不可以空？可以。为什么可以？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门关了，这门关了，没有打开以前，你不要你不要随便认为哦，比特币会涨到什么8万、10万，那你是呆。人家在喊10万，你还这么一直喊？你要喊也要有一个，你是不是要有一个道理？你要有一个科学依据吧？你根本就没有依据，还喊100万，你财产赔光哦，都是因为你自己相信人家跟你喊那些，钱是你的，他喊10万、喊8万，随便他喊。年初跟你喊10万，后来越喊越夸张，喊到最后，现在喊几万？对吧？一下子跟你讲鲸鱼到货，一下子跟你讲鲸鱼怎么样，明天鲸鱼又怎么样，然后大户又怎么样？你扯那些有什么用啊？这个不是吗？是不是？你就等你看懂，你不要去问说啊，我到底要怎么画才对？它没有对错，你看不出来的时候，看不出来，你不晓得低点。等你看出来，你就自己去拉了跌破，这个上升趋势就是什么？就是反弹嘛。这个上升趋势是不是反弹？这个上升是不是反弹？这个是不是反弹？全部都是反弹。你不要说它什么时候要破，随便你去画。你高兴低点画这里跟这里可以，你画上面可不可以？也可以。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日的扭转门关门，它这一下下去那个力道，从这个关门你就要知道接下去，除非它开门打开就没事，打不开那么就周直接就往下灌，就这样。那个就是你看不见那一股力道，你不要等人家跌到现在了，回头一看跌1万点了，1万点了，那你在那短线里面不是短线不能买。你可以去买，在这个短线，你说啊，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这个下降趋势突破啊？我去买，可以啊，你可以买，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你到底这里买，你是不是要看到这里来，还是要看到8万？如果你是这样看的，你别去买，因为你看错了。你可以短线你要去买，你要知道什么？你是逆势在买，你是在短线买，你在买什么？你在买一个60分钟的 V 的反弹，这未来还会下来的。那我跟你讲过，布林通道你如果用，可不可以用？但是你不要拿着外面教你的用法这么乱用，什么上中轨你也去买，对吧？啊，然后下轨要买不买，然后一下子这样一下那样，
然后最后又跟你讲啊，下跌趋势哈，你就不要去买。你废话啊，都已经跌到这里了，还下跌趋势？啊，那我问你，这一段时间整整至少快1个月，你自己去查一看。我是不晓得，所有跟你讲比特币的这一些博主，我这里就问你嘛。我相信你有在做比特币，你肯定都有看过很多。我就问你，这1个月来，你去翻这下跌的过程，来有没有叫你去买？有没有？有没有嘛？这个打开你要知道，全部都在反弹。反弹意思就是 V 之后还会吸 ，V 之后还会吸，还会再破底，还会再破底。它要破多久你不知道，不是你在这里猜。哦，我在数看看它跌几波，你呆哦！你数看看，来数，你数给我看，来数啊！你这个已经数到不晓20有了吧？再数啊，还没完呢！啊，你的波浪理论这套进去能用吗？啊，表示你波浪理论错，不是这个行情错，行情没有错，是你搞错了。你学东西你既然要学，你就把它搞懂啊！否则就不要，否则就简单一点，不是说你不懂什么不能做这个哦，不是哦，股票也能做啊，但是你至少有个概念嘛，你去看一下基础教学，这打开几分钟你就知道为什么日的扭转门在哪里，那只要关门什么意思？门下你不要随便在这里买啦，你是不要命，你真不要命，改天你看到你的股票关门，接着看吧。你接着看到明年，你就知道关门以后，你回头再来看这个教学。我告诉你啊，你最后你会发现哦，你不是没看过，而是你不以为意。你以为这开玩笑，我是跟你瞎扯的吗？那关门很严重啊！那如果周呢？这是周呢？周关门怎么办？那一下去可能一跌，1年后你的股票都回不来，直接就崩下去了啊。你还要问谁？你不要再问了啊，你要自己学会。那你如果都没有办法，没有时间，那很简单嘛，这一种反弹的过程的上升趋势跌破，那你要空可以空，守在这条线后面，或者你附近找个地方躲就好了。接下来你就等到有趋势，稍微看得到破，你再去空。啊，你不要随便去买，因为你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你要买，总要它有止跌吧？它没有止跌的条件，你买，你要怎么买？到现在都没有60分钟，底部都没有门呢。啊，没有门，你说它有没有反弹？有啊，它这里有啊。啊，你是不是又是 V 型反转？你是不是又要把它搞成 V 型反转？这里当初我们后来有跟你解释一下，就曾经哪里不是跟你讲吗？那个为什么它是15分钟反弹的嘞？那我要跟你讲什么？这一种 V 的反弹来到你的布林通道的上轨靠近，就是一个上限的地方。其他你不要管它啦，什么中轨你不要看，你看什么中轨啦？中轨关你什么事啊？教你布林通道的人还在跟你讲中轨上去或者中轨下面都是空头啊，上去就变多头，下来又空头，你呆哦！那个就是根本就不了解均线的人，他也不会了解布林通道。你不了解均线，你就不晓得布林通道的中轨代表什么意思。它是均线，那这一条中轨要用多少？我在这里重新跟你讲一次哦，顺便跟你讲，这中轨一般都用20，你要用20，我是也没意见，我都没有意见哦，因为那个再讨论下去有时候很麻烦。有人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改成你讲那个？你要不要证明给我看？那个扯不完啊！你自己去看教学，那前面都讲过了。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怎么跟你解释？是不是把前面那3集全部再讲一遍？所以我只跟你讲说哦，这个中轨你要嘛真要用，你把它改成52啊？为什么用52？为什么？因为你的 MACD 一般用的都是什么？1226，中间这个长的它是26，那你就乘上2倍，就是这个中轨。那这个中轨代表的就是你 MACD 的零轴的意思啦。书上也没有写啦，也没有任何人会跟你讲这个啦。讲 MACD 的也不知道，讲均线的人也不知道。那你说他真的有研究？那根本就没有研究，就书上这样写，他自己在那边改参数，就这样。那你那谁不会？那几十年下来，少说可能都不少几10万人在那边改来改去了，你改不出东西的。
你真要研究那个不是那种研究方法，你那个都不算研究。你让电脑在那边跑也没用，你根本观念已经错了。你电脑在那边重复回测你100年也没用。你看起来有用，那只是短时间，因为逻辑错了。我意思在告诉你说，这个你要先懂得，它是一个 V 的反弹 ，V 的反弹，你要去用你的布林通道，你才能用，否则你光看布林通道在那瞎弄。那你又是在二维世界里面自己在那边乱玩，什么在下轨通道就是属空头，在上轨就属于多头，下轨又空头，那讲半天讲到最后到底是多头还空头，根本就没那么麻烦。这里都有上去上轨，上轨又怎么样？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 V 的反弹，来到上轨就已经差不多，你要空差不多了，或者在这个时间点，你像它是不是进这什么时候？2天前。这2天前啊，是不是来这里62400这里看得到吗？这里是不是反弹到它的上轨，布林通道上轨，是不是？今天又来上轨，请问你，那这个反弹来到上轨就是一个极限。那这个极限，如果你没有扭转门的概念，你要去空它，不然你下方有买来到这里你就跑，就这样。其他的道理你就不知道，就算了啦。既然道理不知道，你就算了啦。那像这种也一样嘛，你自己要怎么拉哦，拉到你觉得你看起来顺眼为止啦，知道吗？这个也一样，你就拉到你看起来我有安全感哦，这个沿着这个突破你要买你去买，这个再往下突破你去空，这个会比你海龟的交易问题还多吗？这个你这样做有问题吗？啊，你如果刚刚那个来再去看，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不跟你解释一大堆故事？讲那些故事要干嘛啦？你是来听故事的，还是你是为了要赚钱的？很多人都说来教你一个方法，1年可以赚个几亿，人家这个1年赚几亿，对吧？那讲半天都在跟你讲这个人的故事、作者的故事，结果怎么样？人家赚100亿，关你什么事？因为他赚100亿，所以怎么样？你就觉得方法，反正把它学会，我再怎么样，我赚个不要说100亿哦，赚个1000万也可以吧？这个怎么弄？怎么搞？现在看出来吗？行情一模一样啊！这个你怎么买？你这个买还看这个？不用看了啦，连这个都拿掉。这3条轨道线你都可以拿掉。你要能够拿掉布林通道，我不用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不要这3条线啊？如果这都没有3条线，请问你布林通道来，你再给我解释。都没有线，你给我解释轨道上面下面，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轨道什么意思，所以没有轨道你就看不懂。但是我刚刚跟你讲啊，中间这条轨道就是这个零轴，所以呢，你看下面就知道上面，自己慢慢去看。它在下面穿上去，是不是这里就穿过你的中轨，对吧？啊，这里是不是在上面，就是靠近你，这里已经在你的中轨以上。好了，那我要讲的是，现在2天前它来到这个上轨，是不是？上轨是不是上线？一个上线，在一个 V 的反弹来到你的布林通道上轨就是上线，但是你参数不要那么瞎搞，高兴用多少就用多少，不是。再来看下一张，最后一张哦。刚刚圈钱那里62400这里来看7号，我们现在看哦，不是27号，刚刚这里时间点看一下60分钟这里，26号、28号大概在这里，是不是这个价位嘛？从这里大概62400这附近，从26号、28号，我们看15分钟，来去看15分钟在干嘛？看好、哦，这里有圈起来，15分钟在26号，大概这个凌晨2点左右，哦3点左右，这里框起来的地方就是15分钟扭转门，刚好在这里62000多啦，我没有写完整哦。这里大概62400，刚刚你在看到的60分钟，是不是刚好这个动作拉起来打到这里，刚好是什么？你的60分钟布林通道的上轨，不是吗？那刚好那个上轨又是什么？15分钟的扭转门刚好在这里，拉回来是什么？难道你认为拉起来这样拉起来是怎样？要做多？不是吧？这门也没开啊！这关门你还要从这里一路买下去吗？这关门当然你要空可以，如果你都不了解哦门的道理，都不了解，那我也没办法啊。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跟你讲的东西，它就在这里啊。这个时间点拉起来，位置就在这里，它没有开门啊，你凭什么上去？你凭什么上去啦？你这个上轨，你凭什么上去？啊，是不是极限？啊，来到这种极限，你如果没有把握，你会怕，那么就去短线看一下吧，15分钟看它有没有有，下次拉回来刚好又来到60分钟 V 的反弹，刚好15分钟回到门，你当然是空嘛，不然你要干嘛了？在这里买，门下不能做多的啊，这关门没有开门之前，不要再往上看了啊。再来，另外顺便告诉你一个观念啊，来下次15分钟，它开门，门坐在这里。中间都没有了，又没有了，这里都没有门了，没有门就什么？这个就是整体来讲，这个是不是你这样看，是不是这整个都是在做什么？60分钟的 V 的反弹，它有没有爬到15分钟的布林通道的上轨？有啊，这个爬上去啊，爬上去你要去买吗？这个要去买吗？有人教你这个爬到上轨突破买吧，你就买吧，你慢慢买。你真以为，这个画的不是这里最高点了？再来，近期15分钟的门，头部门在这里。我印的时候，之前几点？中午以后，这个中午在这里，所以它是下午时间上去。好，那在这里顺便告诉你一个观念：这个整个下面都没有门。这个比特币15分钟下面都没有门哦，下面都没有，它这个门都在上面。好了，接下来有一个观念，你倒是要有，下面没有门，那它怎么样能够让60分钟继续做 V 的反弹呢？可以，这门这么高，它可以下次门改到，这门太高了，它可以移到下面来啊。门打开表示什么？不见得刚好是60分钟要走3，不一定啦。也就是说，如果60分钟是在2的阶段。你看到15分钟头部的门打开，当然这个是要走3，但是这一种情形很明显看到这个都不是什么，根本60分钟根本你看起来整体来讲它根本都没有所谓的1跟2，整个来看，你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它拉到这上面来，感觉上都已经爬到这里，对吧？再回来为什么又是变成 A， 又来一个 B 啊 B 又爬到这里来？所以未来你透过这个看就晓得，你不要矛盾。你在这里光看这里，你会看不太懂，因为你忘记一件事，人家有原始起跌点，从哪里这一波行情是从哪里开始的，你不要看错了。所以跟你讲说，像这一种，你宁可怎么样？你干脆就布林通道套进去，你还比什么海龟，至少还好用一点点。但是你最好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懒得学什么，那就是一个均线，对吧？一个趋势线，你就拉就对了啦。你就反正呢，就关门了嘛，那关门我就找位置空嘛。那如果像这种拉回来门，你不知道可以空，那没有关系嘛，你就等到这个趋势破了，你再空。你不懂的，你就赚不到那个钱呐。你不要去想象那个你不懂的地方，那我就想在那里，那你会自己瞎搞。就是有些人就会这样，那我感觉可能涨不上去，我就去空，结果被你空中，刚好空到，刚好掉下来，下次你就会再猜，刚好你去买，刚好停，结果没打到止损拉起来，那你以后就这样，就是随便买随便空，就会变成那样啦。那最好不要那样，最好你要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你不用很复杂，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依据，就是说对你来讲。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进场是什么原因你也不要在那里，哎呦，好可惜这里空，上面没空到，对吧？那你就不要去搞那个，你不要去想说我这里没空到，这里没空到，对吧？我这里上面没空到，这里都没空到，你不懂你怎么空到？这下面止跌你不知道，你在那边乱买，刚好被你买中，那你要知道你这里乱买，你会不会曾经在这里也乱买过？结果你以为要再上去，结果没有，但沿路一直下去。结果你一错下来要错5000点，这个幅度5000呢，这5000点还能活吗？你如果保证金交易里面都断头，一个晚上要断2次啊，所以不要开玩笑啊。好了，今天这个呢是拿最后跟你做总结，只是告诉你一件事，这一种好不好
随便人家去学的啦，我也不能跟你讲他就不能用，没有那个不能用的，什么都可以用。但是你要知道，这作者当初在1980几年，后来赚了钱，然后就找了一些人哦，其实没有多少人，大概20几个。20几个人也有人赚钱，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个是1980几年哦，1980几年，后来这个也没经过多少年哦，写了书出来之后没有多久，1987年哦，那美国股市崩下来，他也就再见了，就赔到差不多了，基金都赔超过50%，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啦。也就是说再可能也没做了，这种事情很多啦，在台湾早年也有人写书啊，名字我就不讲了哈、很早很早，那个大概是最早写书的啊，做期货也赚了不少钱啊，好几亿。有些人看过就知道了，但是可能最后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那个人有没有赚过钱。有，那确实当年那确实有赚钱了。哦，那很多人不止他啦，那很多人都有赚钱哦，从几十万赚到几千万、上亿的，其实都有，不是只有一个人。后来也是什么，也是因为319，就这样，然后呢，没怎样啊，10亿也就没多久的时间了，那个时间可能都算月而已了，也就没了嘛。你辛辛苦苦，也许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把你的资产翻到可能有10亿，但是呢，可能不到3个月啦。当然后续还有故事啦，只是已经没有写书。但是我要讲的是，很多都这样啦，就曾经赚过钱之后，一旦写书之后，好像都不是太理想啦。哦，所以在这个市场要知道一件事哦，就算你能赚钱，其实还是要谦虚一点啦。因为人生总是有时候赚钱，在某个阶段里面，也许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比较容易赚。有时候运气差一点的时候，可能遇到的就一下子就没了，哦，所以你说这个交易法好还不好，我倒没有意见，哦，我不会认为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就不好，其实没有哈，任何方法你要用都可以，但是你要非常清楚，对你来讲，你是怎么在应用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理解透，那么干脆你就简单一点，其实对你来讲你还不会困扰。否则的话，你最好把它研究通。研究通之后，要用不用，要不要使用，你再去做决定。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不容易在短短的这个一本书拿来，稍微翻几页，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你很难呐，我只能说你很难。有人教你，可能你听了很久，你都还没搞懂到底问题在哪里。哦，那可行性可不可以可行？这个才是你最后的问题。那一开始，如果可以把它分辨清楚，那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一开始你就可以省略很多时间。所以今天只是拿这个我们讲的扭转门，还有之前讲过布林通道，因为它意思其实也都差不多了，跟均线都差不多。那根本的东西你去理解以后，你再来看这个交易法。其实你是更能理解我在跟你讲什么，否则你连均线都还没搞懂，你以为你用均线用10年你就懂吗？其实你还是不懂，而且更严重的是你根本不知道哪里自己不懂，这才最麻烦，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人家讲说你均线不会用，你不懂，你还会很不高兴，而且你还会翻脸，因为你已经用10年，所有的均线，所有的用法你都看过。但是有一句话你没听过，所以你永远搞不懂，所以你也不晓得人家看什么。你看起来人家看的一条均线跟你一样，其实你看错了，人家看的不一样。就算用的跟那一条线一模一样的，但是人家看法也不一样。所以这才是这个市场在交易，其实你最难理解的地方。OK， 好，今天就这样，拜拜。